上任代理总裁就是个风流的男人，龙拓是他的儿子，有其父有其子，被老代理总裁玩弄过的女人，落得什么下场？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私底下提醒他不要走上那些女人的老路。田秘书又看了初九两眼，初九冷冷地扫他一眼，吓得他就赶紧低头快步走出了贵宾室。同为女人，初九的眼神太可怕了，冷冰冰的又像刀一般锋利。初九身材又高挑，整天板着一张脸，中性打扮从背后看会以为他是个男人。龙若雨小姐就总是骂初九男人婆的，田秘书心里嘀咕，还真像个男人婆。可就是这个男人婆深得叶龙庭的信任及重用，龙庭身边没有年轻的女性，初九是个例外。初九见多了肖想自家少爷的女人，他们明明没有看到少爷的真面目，不知道少爷长什么样，也会像飞蛾扑火般扑过来。当然了，有他在，那些女人进不了少爷的身，少爷对他们也不感兴趣。现在少爷不再戴口罩，露出了本来面目，怕是会招来更多的爱慕者。初九在心里叹口气，男人太帅也是祸水，这是穆妈妈经常说的话。叶君博叔叔都一把年纪了，还有不少年轻小姑娘喜欢他纠缠不休的呢，甚至还有人敢找到穆妈妈面前挑衅的，说穆妈妈年老色衰了，配不上君博叔叔了，要穆妈妈让出君博叔叔，可把穆妈妈气笑了。穆妈妈都懒得跟那些小姑娘斗，只说一句，他们有本事抢走叶君博就去抢，他不拦着。君博叔叔知道那些小姑娘纠缠他就算了，居然还敢跑到老婆面前去大放肆词，气得不轻，一出手整治，那些小姑娘就消失在 A 市了，被他们的家族送走的，怕闯祸了连累家族亲人。君家的男人是宠妻狂魔，惹怒他们还不怕，惹毛了他们的老婆才可怕。不用他们的老婆出手，他们就会出手整治，不给任何小三小四的机会。以前初九没有体会到穆妈妈那句话，现在他体会到了。邓总贵公司和我司计划合作的项目，你和龙拓谈得七七八八了吧？今天过来是签合同的吧？龙庭和邓总客气了几句后，就切入了正题。能合作就签合同，不能合作换一个人。龙庭懒得和邓总费太多的口舌。至于邓总想给他下马威的话，他连机会都不会给邓总。龙氏集团不缺邓总一个客户，这单生意成了不是龙庭的功劳，黄了反而要龙庭背锅。若是换成别人，肯定会小心维系着合作关系，怕自己一上任就弄丢人家好不容易谈成的大客户。龙庭不怕龙氏集团的缺点，他清楚得很，他的龙腾集团经常抢走龙氏的客户，就是利用龙氏的缺点，让客户们对龙氏失去了信心，转而与龙腾集团合作。邓总愣了一下，没想到龙庭会直接问他是不是过来签合同的。很快邓总笑道，龙拓没有和你说清楚吗？他没说，不过我知道你和龙拓见了5次面，3次是真正谈生意的，2次是吃喝玩乐。邓总和田秘书拼酒拼了4次，喝趴了4次，2家公司谈得七七八八了。我觉得邓总该给我们一个准信了，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合作的话，合同带过来我签了。邓总脸上的笑挂不住了，龙庭居然那么清楚，他和龙拓见过几次面，哪几次见面是真的谈生意，哪几次是吃喝玩乐，连他被田秘书喝趴的事儿都知道。龙拓没有向龙庭交代合作的事，但龙庭是真的清楚，而且对于他喜欢用拖字诀很不耐烦呢。合作的项目我是考虑清楚了，决定了，和贵司合作合同我们也带来了，今天过来就是要签合同的了。邓总本来还想为难一下龙庭，想替龙拓出口气的，故意没有拿出合同来，也不说明今天的来意，结果龙庭流露出的是不耐烦他爱签不签的架势。邓总反而不敢拿桥了，怕会失去合作的机会，心里吐槽龙庭简单粗暴都不给他一点缓冲的机会。可能与龙拓有关吧，毕竟一直与他接洽的人是龙拓，合同签了也不是龙庭的功劳，龙庭就这副态度了。若龙庭一直是这样的态度，龙腾集团不可能成长的那么快，他也没有能力抢走龙氏的那些大客户。这样想清楚后，邓总越加的不敢拿桥。双方很快就签了合同，
就连当初邓总还想要求龙拓让点利润的条件，邓总都不敢提了，怕龙婷不耐烦。签完了合同，邓总端起他那杯茶水喝了几口，茶杯精致，他喝了几口，杯里几乎空了。龙婷执起茶壶，给邓总的茶杯里添了点茶水，俊脸上带上了笑意，看上去温和了很多，笑着对邓总说道：邓总合作愉快，中午我在龙腾大酒店做东，请邓总吃饭。邓总笑着，呵呵，那我就不客气了。龙婷笑起来的时候温和多了，绷着脸时气场特别大，带给他很大的压力。见鬼了，他比龙婷大了20几岁呢，在龙婷面前他居然觉得压力大。邓总喝茶吃水果，龙婷招呼着，邓总客气的道谢，尝了块点心，然后夸赞点心好吃。聊了一会儿，龙婷对邓总说道：邓总，我还有几份特别急的文件需要处理，先回去处理好，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吃饭。邓总在这里等等，还是到处走一走？邓总想了想后说道：龙总先忙，我到处走走，是想去龙拓新办公室看看，跟龙拓说说话。龙婷成声叫来了田秘书，吩咐田秘书：田秘书，你带邓总和张秘书到处走走，参观一下我们公司。田秘书恭敬地应了。龙婷起身对邓总说道：邓总我先忙。邓总和张秘书跟着起身，两个人都笑着说了客套话，目送着龙婷带着初九走出贵宾室。龙婷一走，邓总坐回沙发上，自言自语：我怎么怕他呀？没有人接话，两位秘书可能也没有听到邓总的自言自语。等龙婷走了，田秘书带领着邓总和张秘书走出贵宾室。邓总是去龙拓副总那里吗？田秘书跟邓总打过几次交道，知道邓总和龙拓的交情，想必此刻邓总最想去见龙拓的了。龙拓也在他的新办公室里，等着邓总和龙婷谈崩的结果。龙婷说他对龙氏集团很了解，那又如何？邓总这块骨头可不容易，呵呵，他都花了不少时间才哄得邓总肯和龙氏集团合作。龙婷刚接手邓总，八成不会给龙婷面子的。要是龙婷和邓总谈崩了，龙婷这个新上任的总裁就丢脸了，大家对龙婷的印象也会改观。邓总没有说话，默认了。田秘书便带着邓总下楼去了龙拓的副总裁办公室。龙拓的新秘书打内线电话告诉他，说田秘书带着邓总来了，龙拓那个开心呀，以为龙婷搞不定邓总，将邓总推给他了。这本来也是他的功劳，是他一直和邓总接洽的。两家大公司合作的话，共同盈利，他在公司的成绩就更亮眼了。看谁还敢说他龙拓不如他爸的。他那是低调，不想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很容易把祖宗的基业折腾没的。让他进来。龙拓让秘书带邓总进来。很快，新秘书敲开了办公室的门，由田秘书带着邓总他们进来。龙副总、邓总和张秘书来了。田秘书声音甜美，只是他的那句龙副总让龙拓好不习惯，却又无法反驳田秘书，毕竟从今天开始，他龙拓就是副总裁了，不再是总裁。龙婷取代了他，也将他手里那点微薄的权力一一收回去了。人家才是家主，他只是代理家主。真正的家主回来了，他这个代理家主就要退下来。龙婷没有让他直接退休，还是给他一点面子的了，更多的是做给公司的老臣们看的。龙婷再厉害，刚上任也不好大动干戈嘛。龙拓起身绕出办公桌，迎向邓总，满脸堆笑。邓总，你来了，不好意思，我们公司职位做了点调整，与贵司合作的事以后不再是我负责了。他负责是可以的，他那是故意的，想看龙婷笑话。龙拓请邓总坐下后，示意田秘书去给邓总冲壶茶过来。田秘书想说，两家公司已经达成了合作，合同都签了，最终却是选择留给邓总说。他扭身进了茶水间，给邓总他们泡茶。在茶水间里，田秘书拿出手机，数次想发信息或打电话，又都放弃了，最终将手机塞回了裤兜里。公司里变天了，他目前还是总裁秘书，能干多久他不知道。龙婷在龙腾集团的秘书是男的，他不喜女秘书，大概是防着女秘书勾引他吧。这个男人并不喜风花雪月，能得到他区别对待的年轻女性，只有他身边的女保镖初九。不知道龙婷什么时候会将他调走。
他很想留在龙庭身边，每天看着那张帅脸，他都充满了动力。若是有一天他能让那张俊冷的脸为他缓和，变得温柔，他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龙家的家主夫人这个位置，怕是会有很多人盯着吧。龙拓不知道田秘书已经生出二心，他招呼邓总坐下后，两个人先是聊了几句，龙拓就关心地问：邓总，你和我们新任总裁谈得怎么样了？我们总裁年轻气盛，若是态度不好，邓总你可得多包容包容，不要影响了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邓总沉默了一下后说道：龙总的态度的确不算热情，龙庭初见他的态度冷淡得很，还很不耐烦的样子，好像不在乎两家公司能不能合作。等签了合同，龙庭的态度就缓和了很多。邓总到现在都还有点糊涂，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会害怕龙庭不耐烦不合作了。龙庭一说签合同，他巴巴的签了，生怕签慢了这单生意就泡汤了似的。明明是龙氏想和他合作，主动来谈的，到现在反而变成了他要扒着龙氏不放似的。龙拓眼神闪烁，就知道龙庭高傲自大，以为自己很厉害，又年轻，没有中老年人那般沉得住气。邓总估计也是态度不怎么样，两个人怕是谈得很不愉快。他又替龙庭说话：邓总不要和我们总裁一般见识，年轻人嘛，沉不住气。我代替我们总裁向邓总说声对不起了，若有怠慢，真的对不起。龙拓认为于公于私，他都可以代替龙庭向邓总赔个不是。于公他是刚退下来的总裁，比龙庭有经验，属于前辈。于私他和龙庭属于隔了几代的堂兄弟，说族兄弟可能更贴切一点。他比龙庭大了20岁，龙庭该叫他哥。弟弟得罪了客户，他当哥哥的代弟弟向客户道歉，是应该的。邓总讪笑了2声，说道：龙总啊，龙副总，你们都姓龙，不加个副字都不好区分。龙副总不必向我道歉，龙总的态度是不热情，却也不会没有得罪我，不用道歉。龙拓愣了一下，很快又陪着笑：这样呀，这样就好。我还以为总裁对邓总态度很不好，惹邓总不开心了呢。邓总，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不受影响吧？我还在公司里的与贵司合作的事一直都是我在谈，只要我还在这里上班，邓总都可以相信我们公司。邓总答道：合同签了，合同签了。龙拓又是愣住，他以为龙庭会搞砸，以为邓总不会和龙庭谈，没想到两人连合同都签好了。签了。龙总没有说什么，他说我们两家公司合作，你跟我谈了多次，已经谈妥，我今天过来就该是签合同的了。的确，今天过来就是要签合同的，我都带着合同过来。龙总那样一说，干脆利落，不拐弯抹角，我也就跟龙总签了合同，没有必要拖下去，他可能就要换一家公司合作了。放眼 H 市既有前景又有实力的大集团，除了龙氏集团就是龙腾集团了，两者都归龙庭管。他跟龙氏签和龙腾集团签不是一个样吗？换其他集团，他的合作方案未必能谈拢。龙拓啊了一声后，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不对，赶紧找补笑着：是那个理，咱们俩谈的七七八八了，换谁都一样的，都是要签合同的。他起身伸手要和邓总握手，邓总也跟着起身，两人握了握手。龙拓笑道：邓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握过手后，两个人各自坐下来。田秘书泡好了一壶茶端出来，给他们各倒了半杯茶。小田，你可以回去做事了，我招待邓总。好，有需要的话副总再打电话给我。田秘书朝邓总点点头，转身走了。邓总又让他的秘书出去，办公室里就只有他和龙拓2个人了。龙老弟，你们家族这事之前咋一点风声都没有？我今天过来一下飞机就收到这个消息，我还担心咱们的合作要泡汤了。那叶龙庭也是狠，一上台就把你赶下来了。你在龙氏集团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们家族群龙无首的，就靠着你父子俩撑住。他倒好，一回来就摘桃子。不是哦，他都回来了好几年。话说他既然是你们龙家的家主血脉，回来了几年为什么不说？还要成立龙腾集团跟你们抢生意？邓总有太多的疑问了。龙拓端起了自己的那杯茶水，
喝了2口放下了茶杯后，他叹口气说道：这个我哪知道家主是怎么想的，可能是觉得他一回来就接管家族，难以服众吧，所以先做出一点成绩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样他接管龙氏集团就不会有人说他不行了。邓总想了想，点头，你这个猜测倒是合情合宪，有龙腾集团摆在那里，还真没有人敢说叶龙庭没能力。邓总他不姓叶，他姓龙，他装神秘那么多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龙拓恨得牙后槽都要咬碎了，还不能流露出来。虽说他父子俩在龙氏集团待了30年，自认也培养出了一批亲信，但很多人是不被拉拢的，例如那些精英们，他们就拉拢不了人家，也不听他父子俩的。龙庭上位了，真正的家主公司里的人都在观望，见风使舵的人也会很多。他要是在公司里流露出对龙庭的不满，给龙庭抓到把柄，他分分钟被逼着退休。他说没有精力帮着龙庭打理家族的事务了，龙庭都叫他直接退休，连公司的职位都让出来。毕竟他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嘛，差点让他下不了台。邓总说道，不管他姓什么，你们都承认了他的身份不是吗？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们龙氏家族的家主了，一切都是他说了算。龙拓哑口，听说他还是程神医的高徒，是真的吗？龙拓极恨地点点头，他们还和程神医交过手，吃了大亏。龙庭的狡猾奸诈绝对是程医生亲传的，名师出高徒呀，你们龙氏家族有福了，等来一位这么厉害的家主，在他的带领下，保克你们龙家能重回 H 市第一家族。这几年你们家族都快被蓝氏家族挤下去了，有了新家主带领，你们不用怕蓝氏家族了。蓝氏家族是 H 市的第2大家族，以前跟龙氏家族关系融洽，龙庭的曾奶奶就是蓝家出来的，也就是说2大家族曾经是姻亲。30年前的惨剧发生后，龙氏家族没有了真正的家主，龙英明虽狠，却被家族的规规矩矩束缚，未能真正掌控龙氏。谁都有私心，龙英明是想过另起炉灶的，对龙氏就没有尽心尽力，做的更多是排除异己，打压族里那些有能力的族人，悄悄地想将公产转化为私产。蓝氏家族趁机抢占龙氏的生意市场，在 H 市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快要将龙氏挤下第一家族的位置。2大家族也没有了生意往来，反而成了死对头。生意上的切割让龙氏家族掉了一层皮，后来又有龙腾集团的崛起，龙氏可以说是两面受敌的了。龙腾集团反倒和蓝氏集团有生意往来，就是不知道蓝氏的当家人知道了龙腾集团的叶龙庭原来是龙氏的新任家主。怎么想，我们家主和蓝氏家族有生意往来的。龙拓说了句又叹气，能不能稳住第一家族的地位是家主的责任了。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能力也就那样，无法再尽那份力。蓝家怎么说都是家主曾奶奶的娘家，有这层关系可能缓和2家关系吧。邓总想说蓝家和龙家反目成仇，说不定就是因为30年前的惨剧，蓝家也在怀疑龙拓父子，所以才会反目的。如今龙庭回来了，龙庭才是蓝家老姑奶奶的后人，有亲戚关系，2家能和好如初是早晚的事。这些话邓总并没有说出来，说出来会气死龙拓。龙拓虽说也是龙家的人，但他属于旁支旁系，并非蓝家那位老姑奶奶的血脉后人，蓝家怎么会给他脸呀？30年前的事，多少人都在怀疑龙英明，只是没有证据证明是龙英明害了家主一家而已。你们龙家总算迎来了真正的家主，应该要贺一贺吧？什么时候办宴席？记得请我过来喝2杯。龙拓笑得很虚，说道：这得看我们家主的安排了，要不要办宴席是家主的事，不过最近肯定是没有时间的，家主还得花时间去熟悉一切，今天被记者们围堵。他说过段时间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邓总现在当家做主的人不是我了，我还真不敢给邓总承诺。龙拓摆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真正办宴席的话，只要和龙氏有生意往来的都会请的。龙庭肯定会办宴席，龙拓用脚趾头想也猜得到。好气呀！只要一想到自己派人暗杀了无数次都没有杀死的人，如今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他一把年纪在龙庭面前都得低头，恭恭敬敬叫一声家主，龙拓就气得肺要爆炸。但老头子叫他们要忍着，先麻痹龙庭，让龙庭以为他们认命了，放松了警惕，他们才能找到机会进行反击。用老头子的话说，上任家主那么厉害的人，不也栽在他手里了吗？早晚他们也会送龙庭去地府和他的家人团聚的。家主的信物出现，他们只要弄死了龙庭，就能拿到家主信物取代嫡系一脉了。